来吧，新玩具。钢铁星的闪电再版了，而且这一回的颜色会比原先的版本更深一些。盒子的外包装跟原先差不太多啊，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一下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问清商家这个东西到底是哪个配色。配件内容跟原先一样，大枪大剑，还有一张替换表情。而这一次的再版也是不带说明书的。之前就有很多玩家反馈啊，那个动画的颜色太浅了，这一回再版的更深的这个配色，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，曾经偷家里钱买的那个挨了一顿毒打的就是这个味儿啊。当然这里边再说一下 G1 的闪电官图还有说明书都是变错了的，其实原设计这边带车灯的这头是冲前的，后边这里呢，包括在动画片里边啊，也是把这个露出半个机头这样变成了正面，其实不对啊，翻过来这面才是正面。所以可以看到钢铁星的这个对比啊，这两块也就是模仿着这两片的装甲造型。当然它机头的位置也藏在这里了，但是钢铁星这个闪电坦克的形态包裹程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，屁股后边这里也不会暴露太多。但是大家不要参照我这个的颜色去细抠啊，我这个毕竟年头太久了，肯定会有发黄的迹象，但也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回的装甲是更加的发黄一些。那我们直接开始来变形吧，相对来说还是有点复杂的结构。我们先把左右的这两片装甲打开，然后啊旋转一下，但是旋转过来不要折到头，我们摆一个这样斜着的造型，滑道拉开，中间这里的扣子，整个的延展，翻180度，哎，上边这里再打开，让开这两个夹角的位置，翻180度，旋转过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两片装甲挪过来，包进去。炮管缩短，里边有2级的伸缩，完全的回填。履带前方的这一节左右其实是有一个插扣的，在暗处，我们抠开这个扣子，双关节拉起来。下方这里支撑的棍子打开这里的卡扣，翻折，然后把这里的扣子钉上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再顺着里边的插扣打开，滑道推开，把这里边的连接的轴翻折出来。原先这里紫色导弹部分双关节折叠卡上，掏出来这个飞机形态下安插的假装是弹射子弹的这个导弹头，再拆开这一块的扣子，打松，机翼拉伸，旋转90度，滑槽，再把这里的扣子钉上。翻到前方，在这一片肩部的装甲下方这里有插扣，打开，旋转，拉起，这一块先挪开位置，我们往松拉一拉。好，这一片的翅膀部分我们先变到这样，两边左右全部变完，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炸开模式啊。我们要挪动这一块旋转，把它腾出来位置，让开这个跑道，然后把这一块面板连同肩膀的关节，这里齿轮先掰90度，让开这里，往下旋转180，挪到另外一侧去，胳膊就放在这儿了。折叠，两条胳膊等于绕了一圈，从这里翻转到了另外的一侧。这个时候还不能结合，我们先把这一块拨松，拨松，顺着这里看到中间这儿的卡扣，左右夹着这个紫色面板中间芯的黄色的部分打开，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两条紫色往上腾出来角度之后，主要还是要把腿部的这一片装甲打开，根部这里90度立起来，脚踝往里抠一点点，旋转一下，把它的引擎露出来，然后双腿再结合住，
中间的插扣。变到现在的程度，我们翻到底盘来，打开这个裙甲的零件，顺着下方的这个转轴旋转180度，把这个裙甲套上，然后再从上方这里把这一圈旋转过来，变成这样。也就是说，腰部是不动的，它转了下边的胯和上边的胸。好，这个时候翻到这面来，打开炮台下方的这个面板，180度折平，把这里全部放平之后，往下落，整个炮台放在了双腿的中间。注意这里边扣合结实，然后往内折叠，把这里的扣子钉上。炮台就包在了腿部的后面，垂直尾翼，旋转立起来。双关节往下放紫色的零件，同时侧面这里的所有插扣进行定位。而到这一步的时候，我们把后边的这一块带有履带的装甲旋转180度推平。顺着这个关节往里折的时候，注意这里先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，往里窝。上方这里的这个棍子又有一个插点顶上去。下方这里带有弹簧的这个装甲片弹开，这一块的扣合有点不太好操作，注意一下互相卡扣干涉的关系。插上，推平，最后把这个滑槽要推到这样的程度，这个就算变形到位。然后翻过来，把这个插扣钉上，后边的装甲片摆成同样的坡度，掀开这一块的盖子，抠出里边的面板，再翻折出来，旋转180度，胸口打开，把里边的机头180度掏出来，驾驶舱双关节提一下。这个尖儿放出来，旋转成横着的，再钻出扭正，就不会卡到漆面和夹角了。再进行双关节往前归拢，结合，咬住，驾驶舱扣好，前起落架放下来。注意看这个位置，里边还有2个小挡片，我们把脑袋横折90度，把进气口的这块板子翻起来，往上折叠。此时就不太好操作了，我们往里对一下。对的时候，这块面板打开，手指头顶进去，对准这2个眼儿，结合。好的，这2块面板插入。然后这一条往下放，中间这里左右有夹扣，搓进去，夹住它。下方的后起落架顺着这里边揪出来。那么好，飞机形态我们也就搞定了，非常还原记忆玩具的一种感觉啊。造型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还能把整个的紫色面积大部分的这个配色放在了机身的上方。其实啊，真要是说出这个记忆玩具配色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再增加一些涂装的细节，或者说带一个贴纸吧，把这些细节的面就像是记忆玩具这样贴出来，也好看啊。哎，反正这个更深一点的配色已经做出来了，索性把它当成记忆玩具色也不错啊。再加上侧面这里的造型刻画，就纯粹是为了致敬老玩具的这个弹射激发的导弹啊。虽然我这导弹头已经找不到了，但基本上有那个味儿，而且机身还原度非常的不错啊。最后咱们也是把它来变成人形，还是先把这2块挪出来，腾开机盖的部位，这块拨开，180度折叠，把这一块旋转一下放起来。先别放啊，把这块再打开。哎，2个侧面的板子放进去，脖子顺着这个根部180度先翻折出来，放这里备用。然后把机舱盖拆开，左右机头这里打开。进这个夹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先横折90度，再旋转，边转边往里进，这个角就不会窝到了。
双关节叠下来，起落架放回去，然后这一块驾驶舱横折过去，旋转180度，收进肚子里面盖，然后脑袋就跟这一块的一个孔插上，肚子里边把这块面板填进去插上，左右侧面的胸甲旋转过来90度，再扣上。上半身身体的部分我们就有了。然后打开这一层的机翼，掀开这一块刚才我们拔进去的这个卡扣啊，在暗处这里拨进去，起落架放起来，再打开这一面插扣的位置，好，解松。另外的一侧同样解松。后边这里的盖子打开，坦克的头撸出来。现在全部不影响的情况下，上半身胸口旋转180度，挪到这面来，打开裙甲，再把下半身腿部旋转180度，挪到正面，用这个前裙甲把里边的大的插孔锁上，腿部左右打开，根部这里 Z 字折叠，拉出来以后啊，注意这儿还有一个小的挡热片，记得把它翻出来。侧面这里打开一个紫色的盖板，膝盖插进去之后，用这紫色的盖板再进行一个2次的锁定加固。脚丫子打开这一块零件，旋转180度，把脚尖露出来，这一块折平，扭过来放好。腿肚子的零件继续还原往回包。再结合腿部这个零件时候，注意第一个黑色的挡肉零件，把这个窟窿要填起来。第二个，这里边是2个维度的插口，插起来注意一下方向。然后这个腿上的这一片嘛，为了还原G1的动画造型，我们就把它放出来。最后翻出脚后跟，让它的支撑接地面积更大。上半身胳膊这一块的变形处理。根部这里有一个滑槽，我们要把它拉开，然后紫色的零件双关节往上提一下，提成90度的夹角，顺着这一块的根部旋转180度上来，变成了现在这种感觉。然后继续把这一块打开，胳膊顺着后面这里翻过来，在这个时候结合孔洞对准腋下这里的一个凹，插进去，定好位置，放下来。尖头这里又有一个大的卡槽，把这块面板插紧了。这一块拉过来之后，根部有一个滑道，把这里推过去，然后顺着这一块的梯形燕尾锁把这里结合上。胳膊打出手臂，小臂的盖板旋转一下，放好。接着这一根履带，我们现在先不要扣合啊，把这一块先翻上来，横转一个90度，用另外的一个扣子把这里的翅膀锁住，这块拉开，旋转90度，再把这里锁上。好，背包这里撬开，背后的这个炮台，我们把管子撸出来。也是为了还原嘛，往上贴，卷到头之后，侧面这里的卡扣钉一下，夹住这个背包。那么好，钢铁星的这款再版闪电，我们3个形态就全部变完了，确实不错，3个形态做的都有模有样，无论是坦克、飞机，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形的还原度，确实对于动画片里边的元素来说，都是还原的非常高的。无奈呀，肩膀头这一块的小零件还是无法横折到90度啊，盖不住。就是因为这一块的这个坡度啊，也是为了在坦克形态下这一块的一个完整性。我之前有提到过啊，能不能把这一块横折过去放平了？
后来也想了想啊，这样会完全破坏掉坦克形态下的这个造型，就有点得不偿失了。所以这一点也是非常可惜的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变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，这一块机翼是可以旋转的，也就是你在变坦克形态下嘛，这一块旋转一下，哎，再收纳到坦克内侧的时候，那履带后方包括底盘的时候就不会凸出来一块，这一块会完美的隐藏。这个我的锅，我变的时候给忘了。所以大家在变形的时候，记得把这块机翼旋转一下就好了。可以说非常的漂亮，而且这一回的这个配色换了以后，这感觉就更带劲了。背后背包这里也是能想着把这个炮台压缩一下，和履带结合起来，算是已经能解决到最小的一个幅度了。之前在原色版里边，我们各种细节已经介绍的非常详细了。这回也是再版，主要看一下3个形态的配色问题，还有就是在原先我们玩样板的时候啊，齿轮的虚位过大，导致了这款站立起来后边沉重的背包会把它压垮掉。这一回呢，齿轮完全改了，站立起来放在这里，基本上没什么问题。而且钢铁星把这一块胯部的齿轮改成了更加密集的小齿。所以定位，包括它的虚位，这些都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没有虚位，站起来就更加的稳固了。总的来说吧，3变的形态过程是稍微有一些复杂的，但是做工用料非常可以，料子的韧性很不错。一些细小的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夹角的位置，让出的过程中别磨损到了。尤其这一回再版换了配色以后，我相信会符合更多数人心目中闪电的那个颜色配比方案。反正总结一句话，就 MP 身高的3变闪电，目前市面上你还能找出比它更好的吗？那么得嘞，这一款钢铁星再版的3变闪电就是这样了。